和大家简单聊一聊美国各种各样的银行卡，申请了美国银行账户，拿到了银行卡却不能够使用为什么在付款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借记卡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如果说用了这种礼品卡在购物平台消费，我们的账户很容易就会被封掉了。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发现很多小伙伴对于美国的银行卡存在很多的误解和迷思，比如说为什么我申请了美国银行账户，拿到了银行卡却不能够使用为什么在付款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些购物平台上买到银行卡，这种卡安全吗？事实上美国的银行卡它有非常多的种类，每种银行卡都有不同的用途和各自的限制，这就造成了一些购物平台上售卖的银行卡出现付款失败或者过期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美国银行卡的种类和用途，避免出现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就和大家简单聊一聊美国各种各样的银行卡美国银行卡的种类有很多，大致分为以下几种，主要包括信用卡、借记卡、预付费卡、礼品卡，还有商务卡。我们先说信用卡，这是美国人最常使用的银行卡。在美国人们可以没有借记卡，但是不能没有信用卡。有小伙伴可能会问，没有借记卡，那么我们要怎么花钱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详细聊。信用卡其实就是我们向银行借钱，是一种小额的信贷。银行卡对我们来说是负债，但对银行来说是资产，因为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卡刷卡收取刷卡手续费、分期手续费和滞纳金。信用卡对银行来说是一项非常赚钱的业务。如果说我们用信用卡分期或者说逾期的话，通常年化利率在 20% 以上，这对银行来说是个赚钱的好生意所以银行会经常给我们打电话推销或者邀请办信用卡他们还会给我们很高的信用额度，就是为了诱惑我们多刷卡多消费，这样他们就能赚取更多的手续费。美国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无论是大型的商场、小型的便利店，甚至是路边卖冰激凌的小摊贩，都可以接受信用卡付款。它的使用频率也远远高于借记卡，甚至也高于现金。接下来是借记卡中国和美国的信用卡区别其实不是很大的，但是借记卡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存在首先在中国，我们开了一个银行账户之后，银行都会给我们一张银行卡，这张银行卡的卡号就是我们的银行账号。但是在美国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个银行账户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支票账户，有了这个支票账户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银行账户了，根本不需要去使用借记卡如果说我们要往银行账户里面转钱，在中国我们只需要转账到借记卡的卡号里面就可以了，但是在美国要转账的话，我们是要转账到支票账户号码，而不是借记卡的卡号。而如果我们要去花这个银行账户的钱，一般是有两种途径，要么就是直接去手写支票，要么就是我们直接去刷信用卡，然后等信用卡账单日的时候，用我的支票账户去给信用卡进行还款。基本上很少去刷借记卡，最主要的原因是刷借记卡的风险是很大的。在美国，借记卡刷卡后的到账时间通常都是及时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借记卡在商店或者网上购物时，钱会立刻从我们的账户扣除，然后显示在我们的交易记录里面。但是如果说使用的是信用卡，款项会在账单日之后才到账。如果说是信用卡被盗刷了，我们只需要去向银行报告错误，刷卡一般都会被撤回的，因为信用卡刷的钱其实还没有到对方的账户。但是如果是借记卡被盗刷了，因为钱是实时到账的，无法追回，银行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就会更加严格的进行调查另外在美国，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安全设置也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借记卡是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完成交易的，这是因为借记卡是直接和我们的银行账户相关联的，银行需要通过密码的措施来确认交易的合法性，防止盗刷和其他的欺诈行为。而信用卡则是不需要去输入密码，主要是因为信用卡是银行发放给用户的一种小额的贷款，每次交易都需要进行授权，银行可以通过授权和其他的风控手段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和利益。如果发生借记卡盗刷，银行也可能会觉得是因为我们泄露了自己的密码才导致了盗刷，这样就更容易出现扯皮的现象。而信用卡的话，银行一般会很爽快的给我们撤销这笔交易
所以一般美国人用借记卡更多的功能是在 ATM 上去取钱。下面聊聊预付费卡。预付费卡是一种需要我们先充钱的借记卡或者信用卡，它可能是某些发卡机构或者银行推出来的。预付费卡在申请或者购买的时候不需要查看我们的信用记录，花钱就可以买到。在消费的时候一般会被商家识别为信用卡或者借记卡，几乎可以在所有的地方去使用，它的使用体验和借记卡、信用卡几乎没有区别。预付费卡一般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一次性的预付费卡，比如说卡里面有100美元，用完了之后这张卡就废掉了。另外一种是可以循环使用充值的预付费卡，卡里的余额用完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去给它充值，充值完成之后就可以再次正常使用了。下面是礼品卡。礼品卡的话，首先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各大购物平台的礼品卡，比如说我们有最常见的是各种超市的礼品卡，或者说各种购物平台的礼品卡，比如说亚马逊的礼品卡啦，苹果的礼品卡啦，或者说谷歌商店的礼品卡。礼品卡它是预付费卡的一种，它一般的话是只能用于特定的平台，比如说苹果的礼品卡你只能在苹果的商店去用，京东的礼品卡你只能在京东去用。在淘宝上面购买的有很多代付或者说是虚拟卡，基本上都是属于礼品卡的一种。最后一种就是商务卡或者公司卡，这种卡片一般是需要有美国的公司银行账户，然后这些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去无限的去开一些子账户，或者说去生成一些虚拟的卡片和卡号。商务卡生成的卡号的级别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就相当于信用卡或者借记卡的级别。总结起来，在美国卡片的认可程度和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最受欢迎的是信用卡，其次是借记卡，然后是预付费卡，最后是礼品卡。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获取不同卡片之间的信用等级是不同的。信用卡需要我们有比较高的美国信用记录才可以申请得到，借记卡不需要信用记录就可以开户的审核越容易，对风控来说越不是好事，越容易发生盗刷和扯皮的现象。其次是预付费卡和礼品卡，完全匿名就可以购买使用，尤其是礼品卡常常被用来做黑产。那么如何去获取美国的各种银行卡呢？首先是信用卡和借记卡是必须我们有美国银行账户或者说美国的信用记录之后才可以有的。具体的方法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播放列表，里面有非常多免费和付费的方法。预付费卡大家可以在购物平台上面去直接去购买，在购买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问一下商家这个预付费卡是哪个平台或者说哪个银行发行的，卡片种类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信用卡的接受级别是最好的，也是最推荐的。最后就是礼品卡了，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在第三方购物平台购买，或者说是购买一些打折很厉害的礼品卡，很容易买到黑卡，也就是盗刷别用信用卡、借记卡买的礼品卡。如果说用了这种礼品卡在购物平台消费，我们的账户很容易就会被封掉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